的车撞成什么样了？你新手吧你？开玩笑，就是。撞了您的车，我也给您赔礼道歉了。你修车该多少钱我多少钱赔给你不就完了吗？你嚷什么呀？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啊？你撞我车，你知道吗？我是不是给您道歉了？没听见。哎呦，没见过有这么理直气壮的道歉。你没见过的事情多了，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老板。小姑娘，这个追尾什么的，这都不是什么事儿。但是你得懂道理啊。你说马路上这么多车，不是你想开多快就开多快。尤其是你这样的新手女司机啊，还是得多加小心啊。这位大叔，诲人不倦啊。您还有什么要教导的，尽管说，我学而不厌。哎，你撞我们车，你还有理了你？那就报警呗。报警就报警。啊，好，说两句行了啊。就这么着吧，我走了。我还不走了。那你想怎么样？手机给我，记我号码。说呗你。给我。啊，好。这是我的电话，修车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雪儿，你昨晚上几点回来的呀？我感觉我都睡觉了，迷迷糊糊听见门响。曾书记，没事吧？严肃点，我想跟你谈谈。你能不这么严肃吗？我都觉得不像你了。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渤海，在你身边工作。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谢谢你。不客气。那就赶紧吃东西啊！吃完东西，今儿就回省城把手续给我办了。我回省城，你没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没事，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啊？你这样，明白你的意思。你回去啊，买点东西去看看我那老领导去，啊。还有呢？还有你就这么着，请我那科室的几个老同事请他们吃个饭，回来我给你报销。还有呢？不，大柱，不带骂人的。你要是觉得要再看看谁，你给我提个醒儿。你就不让我回去看看张云姐呀？我也想，可我们俩现在处于是冷战时期，他连我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去看他管什么用？接不接你电话，这是表象的。你让不让我去，这是实质问题。你这觉悟啊！成，那就去看看去。让我去跟他说什么呀？就4个字，我想娶她。
您说的这个话我还真是赞同。如果我是决策者，我不会认为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职工，他们是包袱。相反的，我得发挥他们的优势。我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响钢厂工匠这个响当当的招牌。程员来，真有你的。进来。市长，国资委的意见送来了。你通知一下规划局，让他带着钢厂宿舍区的方案来我办公室。好，我马上通知。曾同学，哎，找我有事儿。曾同学，规划局的规划让我给驳回去了。我让他们回去重做。钢厂职工的回迁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钢厂片区的规划，我们规划局去年就开始做了。基本的规划思想是，厂区范围建成4平方公里的南城商务区。基本的规划思路是，依托南山风景区和东部海岸线，背靠南山，听涛观海，逐步形成高端商务云集的商业中心。钢厂宿舍区呢？宿舍区这一带在民航航线上，空域线高，不适合设计建造高层的商品住房。我们规划的是和商务区配套的别墅群。基本设想呢是依靠南山和商务区，通过景观带来区隔，打造一个低容积率的高尚宅邸群落。你们规划局的规划呀，就是把一堆好听的词儿往一起堆呀，还高尚宅邸，有钱人买得起叫高尚，没钱人买不起就叫低俗啊。你把那乱七八糟的词儿啊给我改了，不然钢厂的职工们会指着我金海东的鼻子骂你。好，我们改。不，改了还不够。那钢厂宿舍区住了1万多人，你们高尚，让他们住哪去？把那个别墅区抹掉，留下足够的回迁房。还有啊，上一次曾书记带我去宿舍区的一家小饭馆，饭馆的老板跟我说，他们最怕的就是将来租不起房子，做不了生意。你们东部的商业区我不管，你西部的宿舍区，你必须形成一个低价实惠的便民商业市场。你得让老百姓做生意啊，让老百姓消费得起。那2、3公里的距离，东部是高端，西部是便民大市场，会不会影响高端区域的销售啊？那就高端给便民让路，那块地本来就是人家钢厂的，你让钢厂职工买不起、住不起，住进去消费不起啊？谁是主谁是次啊？没搞错吧？拿回去重做。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钢厂职工的利益一定要保障。我跟你说，我说起这钢厂来，我得跟你聊聊。咱们坐那边，来，请坐。我跟你说，海东市长，我现在这心里呢，打着一个小算盘，你得帮我合计合计啊。咱先说这个啊，你说这钢铁厂是拆迁了带来的效益大，还是不拆带来的效益大？不拆，你留了破钢厂有什么用？你再说了，你留着它，还得留人去看守、维护，得不偿失啊。北京有一个叫798文化产业园，这你知道吧？以前呢，它也是留下来的工厂和车间改造的，
可现在这个798文化产业园已经成了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它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远远要超于土地的单纯价值。北京是首都，咱们是3线城市，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啊，那如果在798文化产业园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加入一个工业观光园这样一个概念呢？咱们小学课本上就有咱们这钢铁厂，798可没咱们钢铁厂历史那么显赫。你这个思路太突然，你得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就不同意。那怎么咱们3线城市就没资源了？好歹咱们这也是个沿海城市，比起好多地方来好多了。你比如说那个什么横店，人家是依靠影视业的发展，现在成了全国著名的上市机构。我们也可以学他们呀。你如果要拍一个工业题材电影，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拍嘛。我们钢铁厂是现成的呀，你来了你就得给我钱。哎，你帮我算算这个账。算账，算账吧，你牵头，行吗？没问题啊。别没问题了，你的烦心事多着呢。同江大海的项目已经启动起来了，一港新市咱们俩的思路还得统一。我不管你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思路，你总得形成一个方案上会讨论的。我这刚说点高兴的吧，你就说我这些烦心事儿。哎，咱可说好了，我知道在这问题上咱俩有分歧，到时候上会的时候，你不带真急的。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不管最后你拿出个什么方案，我们都要上常委会讨论。最后不管执行哪个方案，只要是对我们渤海市有利，我一定支持。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好，那行，我先走了，还有个会。还是老规矩，环保先说。金市长，我们环保局诚恳地接受市长对我们的批评。前天回去以后，我们领导班子和部门的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贯彻市长的精神，并且在思想上达成了统一。说有用的。我们提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针对卢潮河等水系为代表的全市的水污染问题，我们实行分区划片、24小时监控、专人负责，并加强了数据的采集密度，实现监控无盲点，坚决遏制污染企业偷排污水。你这个24小时就比上次有进步。我要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具体措施。啊，你继续。目前市区的生活污水处理厂严重超负荷，尤其是市民的早晚高峰期所产生的污水不能及时处理，导致污水呢直接流入其他的地下管网，然后回流到雨水管网，然后直接再排放到河中。那么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在污水厂的扩容和防止污水的倒灌上。你这是权宜之计啊，但是不代表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啊，我勉强给你点个赞。第三个就是近几年我们郊区特色农业和城市园林绿化方面发展很快，大家呢都大面积的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这样呢就带来了河水的污染。我们第3个举措就是严格监控农作物的生产和城市园林绿化方面带来的污染问题，严格的监控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
听见了吗？你们也是污染源。每次下雨，化学肥料和农药会随着雨水直接排入到芦潮河等水系。大家知道，雨水是不进污水处理厂的，因此这块必须在源头上严格控制使用。好，我们和农业部门一起配合。好，第4个部分就是城市水系污染是一个综合性的难题。金市长，我建议成立一个高规格的污水治理工作组，统管污水问题，承建水务、园林乃至农业各个部门，彻底改变我市的水污染问题。有举措，有态度，不错。但是你们还没有过市委这一关，曾书记的要求恐怕是更高一些。你们先按照这些举措去实施。程建，廖总，工作组已经找过你3次了，你应该知道市里对矿工补偿的事情有多么重视。这次我找你，不是和你谈判。矿工补偿的事情没有谈判的余地，我是最后一次来通知你的。对于环保部门提出来的监控要求，我们全盘接受。我们所有的整改方案都在这张表上了。我们要在所有的下水系统的主涵道出口建设一个大型的缓冲池，然后用大型的排水泵排入污水处理系统，防止倒灌。这和环保部门的举措也是异曲同工的。没了，不过缓冲池的建设还有大型排水泵的购置需要资金。老李，说一说你们的整改方案。那我也最后一次声明啊，我们没有收到政府的补贴，反而要倒贴几千万个员工。如果你认为不合理，你可以针对政府的通知进行行政诉讼。你们公司不是有法务部门吗？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现在几千名矿工都在等着补偿款，我们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你这样说很偏激啊！我们瀚海集团不是不想执行政府的通知，而是我们有实际困难。我们现在确实是拿不出钱。首先呢，我得先喊冤。水系污染呢，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由我们水务部门造成的。可是呢，那帽子呢？那污染的帽子呢？它却扣到了我们的头上。市长啊，是不是太无辜啊？那我问你一句，渤海市的污染是我静海东造成的吗？是环保局造成的吗？还有城建，是他们制造了污染吗？我们治理是因为我们有责任，怎么到你们水务这儿就成了无辜的了呢？据我所知，你们瀚海采矿厂在当初拿到手的时候几乎没有花钱，你们用破坏生态的代价，这几年也没少挣钱。至于采矿厂补贴如何计算，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现在工作组找你谈的是矿工补偿的事，市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按照国家的法律、省里的规定，如果瀚海集团拒绝执行，那么工作组只能冻结你们的账号。你也用不着威胁我啊！我把我的想法也告诉你，如果你做不了主，你把这个想法带到市里。我要求2点：第一，给我们瀚海采矿厂补偿5亿；第二，把这钢厂的宿舍区无偿划拨给我们。市长啊，我们水务局啊，针对这个河道和污水治理制定了一个2个阶段、6年的长期的整改方案。要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我们首先要从清淤做起。头1年清淤，河道畅通；第2至3年，我们集中治理河水的污染。这样啊，水系治理的第1阶段宣告完成。然后呢，我们再用3年的时间修复水系的自然生态。大家听好，使水系逐渐恢复自我修复和净化功能。很新鲜吧？尽量让地表水啊达到4类水的标准。当然了，这些呢
还要看环保局的力度。我们呢，很难保证这种效果。什么叫很难保证效果？河床升高，河道不畅，水系治理，难道不是你们的职责范围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咱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尽快给你一个回复。如果明天瀚海集团不能把补偿款打到专用账户，那么后天瀚海集团的账户就会被冻结。当然了，你们可以把你们账户上的钱转移走，可是那样一定会受到处罚的。市长，是我们水务局的责任范围，但主要责任不在我们头上啊。应该在谁的头上？你们水务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证水系畅通、水污染防治。你治理了这么多年，还有2个阶段6年的时间吗？还有环保局的累度。我给你3次的时间，你还跟我扯皮，谁给你的权利？行了，我不要你这2个阶段了。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停止反省。市长，等着市里对你的处理决定。那我听你这意思在威胁我是吗？我把将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告知你，你愿意理解成威胁，那是你的事儿。临走前，我提醒你一句，廖总，为了给矿工足额的补偿，市政府还专门拨了一笔专用资金。如果瀚海不配合不执行，工作组将会建议市政府撤销配套资金，由瀚海集团按照政府认定的补偿额度足额支付。你们的矿必须限期关闭，不要妄想以矿工的利益为筹码来要挟政府，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请进。曾志健，你找我，请坐。刚才呢，梁爽给我做了一个汇报，他跟我说瀚海很不配合呀，这事儿已经拖了1个多星期了。梁旺这小子太嚣张了，胆子越来越大，他一张口就是5个亿啊，还要搭一块地，我让他1分钱都拿不到。我特别想知道啊，这个瀚海采矿厂，他们的开采许可证当时是怎么拿到的？跟北方集团合作。那北方集团为什么不出面呢？后来呢，北方集团把股份转给廖旺了。那转让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有了邵海翁把关，不至于吧？那行，那不先不说这个，我是想跟你商量啊，海东市长，咱们欠矿上工人的补偿款，能不能先让政府出喽，把钱先发给工人，然后政府再通过司法程序向瀚海追索？你考虑一下。不用考虑，我马上让梁爽去办。太好了，我已经告诉梁爽去汇总数据，他会马上报给你。你又走在我前面了。韩老人呢？出去了，有事啊？急事儿，电话也打不通。工作组找我了，恐怕要封了集团账户，扛不住了。扛不住就不扛呗。好几万人呢。
曾远来当着工人的面许了愿，他输不起了。要是把他惹毛了，就变成了瀚海和市里直接对抗。那市政府的梁爽也是这个意思，态度很坚决。看来曾远来和金海东是要来真的了。既然给钱，咱们就不如借这个机会做个姿态，高调的给几笔补偿。你去请《渤海日报》电视台，大张旗鼓的支持市委市政府关停瀚海采矿场，咱们争取股东。喂，廖总吗？市政府把赔偿款打到专用账户了，并且派来专管员正在给工人发放。您看这事怎么办？市政府已经把款打到专用账户上，现在这笔钱正在发放。天哪！晚了一步。谁的主意？那肯定是曾远来啊！输了一招啊！咱们那个报社、电视台还干嘛？请记者来宣传我们欠政府的钱吗？去去。政府部门的事情，曾燕来也要管。明明是瀚海集团该付的钱，他却要让政府来垫付。如果这笔钱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得让你来担着。瀚海这次太过分了。曾书记建议政府垫付，虽然这个建议武断了点，但是我觉得这巴掌该打。耍这个威风有什么意思啊？瀚海的补贴又不能不给。采矿场这个补贴，这笔账可不好算呐。这曾书记啊，明确表态，不允许瀚海靠破坏生态去赚钱。如果把恢复生态这笔账算在瀚海的头上，那能罚他个倾家荡产。破坏生态又不是瀚海一家，总不能给人家罚到倾家荡产吧？曾书记不会手软的。要我看啊，自从曾书记上任以后，你这个市长都快成为摆设了。哎，王磊，你这个话怎么这么说呢？是，我跟曾燕来很多事情的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利益，对采矿场这件事情，我们是相同的。我支持曾燕来。
说什么呀？就4个字，我想娶她。喂，喂，庄莲，你好啊，你好吗？我还好。那个，在哪儿呢？忙什么呢？我在我妈妈家，帮她收拾房间。哦，说实话，我接你这电话，我觉得挺意外的，但我特高兴。你身体还好吧？还行。累吗？有点儿。那你多保重。我也没什么事儿。咱说话能不这么官方吗？没有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想我吗？如果有时间，我想请你来趟渤海。等有时间吧，我最近挺忙的。我想你。我先挂了。曾书记，按理说
瀚海只是一个企业，用不着我们一个书记、一个市长去操心。但是我担心呢，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市委市政府和企业界的关系。如果做错了，我们可以改正。我们没错，错的是瀚海，该赔付给矿工们的钱没有及时赔付，对政府的敦促一拖再拖。郑书记，这件事情上，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没错。那如果我没错，我们改正什么呢？我们垫付了本该瀚海给矿工们的补偿款，这让企业界觉得我们政府是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清算，也会影响到关停采矿场之后的补贴。我们是不是对瀚海的路堵得太死了？还有，瀚海的瞭望跟邵海翁关系走得很近，邵海翁呢在渤海的企业界影响很大，所以有些事情我还是很担心的。那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这邵海翁呢，确实是企业界的老人了，上上下下他都熟。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发挥一些余热，不管是对渤海还是对瀚海，有一些帮助。但这些个人资本，你不能拿来用，换取利益的筹码。何况，瀚海也不是他邵海翁的。其次，我们政府通过垫付解决了矿工的实际问题，这一点我们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瀚海抗拒执行，我们政府一定要处理，这也是检验我们政府行政权力的需要。说得好。现在全市企业界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政府对关停采矿场如何进行补贴，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呢。我刚才说了，无论我们如何确定补偿的数额，那社会都是质疑我们的公正性。说白了，我担心呢，你钱花出去了，还落得个打击报复的恶名。那我们就证明我们的公正力。怎么证明啊？很简单，我们请第三方对瀚海采矿场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评估，该多少钱多少钱，瀚海拿出来，再请另外的企业进行生态恢复。我们不沾钱，只要这个结果。哎，这个好啊！他损坏了我们的东西，他必须给我们修复。哎，损坏的结果和修复的结果，由第三方说了算。这样的话，我们既能保持我们的清白，又能让各个方面无话可说。嘿嘿，这个好。只是你只是担心，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担心他花不起这笔钱。说实话，发了太多，有点下不去手啊。海东市长，我们没有权利仁慈，我们要维护的是整个的渤海和所有的老百姓的利益。好吧，本来我想说服你，结果让你给我上了一课。也不是啦，我也会考虑到对邵海翁的态度，但有一个前提，只要他把渤海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是同志；反之，那就是我打击的对象。不是说他，任何人都一样。我得找邵海翁谈一下。他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我来谈。行了，你就别分心了，你赶紧准备你的方案吧。港口那边耽误不得。大姐，大姐，甭光擦，把那梳码码齐啊，码码齐。哎呦喂，大姐，你看，使点劲儿，你，啊，还有茶具啊。到了，海老。完了吗？哎，都走了，走了。海老，您看看，这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还行吧。海东市长今天来看企业家，你安排他在门口多拍几张照片，然后发到协会网站的首页上。日报那边
日报上必须发。嗯，电视台你安排一下，重点推一下。好。